嘿，这玉箫楼可是天下能人异士汇聚之所。户部员外郎李念谷便在这儿得了一张图官运的方子，名唤大生庄。可天不遂人愿，不仅官运未来，从那之后，他便被怪事缠身，再无半分安宁。停！大人，怎么了？婶婶，你听，有孩童的液体声。夜月鬼童，莫非这大城庄与孩童有关？将孩童活生生的拉风入棺，埋入地下。为官者其平步青云，为学者其榜上有名，为商者其财运亨通。哎呀，这是何等惨无人道的无稽之谈呐！三更夜，阴风起，拉风的骨魄土的魂，做了亏心事，他就等着鬼敲门吧。大人，他又来了！谁呀？这么着急忙慌的？我呀，不想见我吗？哎呦，有意思啊！喝一口。你还有没有同情心啊？当然有同情心了，但是我同情的人是你啊！刚坐上大理寺少卿这个位置，不赶紧破个大案的话，岂不是很快就要脱掉这身衣服？大案？当然是大案了，而且我猜你这个禅城第一圣手，是不是已经摸出了些什么？这也正是我疑惑之处。此子乃是死胎，诞下已有月余。将死胎掘出，断头，再抹上枸杞，趁年节百姓栓子祈福之际，将之悬于人流如织的安业寺中，以此手段将这颗死胎头颅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，借以制造离奇鬼象。此人的目的一定不只是为了吓人取乐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夭折的婴孩，这个人的计策一定才刚刚开始。那么接下来，他又会做出什么令人发指的事情呢？父亲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是什么？没有啊。夫人，是我呀！别过来，你别死！是我，夫君呐！夫君，你以前消失的那个人。别瞎说了，明日请神师做场法事就好了啊！我们早点休息吧。婴孩死胎，到底是何人？他目的为何？案发12时辰内是最佳破案时机，你还有心思在这儿泡甜汤？孙多百奇，你没看见我在洗澡啊？
死胎的来源已经查清楚了，是来自于户部员外郎李念谷的小妾，叫红袖。穿上。这是大理寺，谁让你进来的？说去。昨夜我跟小木娘子查了一整夜，把整个长安城所有的吻会全都问了个遍。月余前，只有红袖一人诞下了个死胎。穆桂仪可是我大理寺的人，你怎能擅自调用？大唐第一鬼探申屠大师，那可是我偶像。真土百天，查案是大理寺的事，你再擅自主张，不被派人拿了你。哎，今日无朝会去李府。申屠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？听见了。听见你还听见又怎么？哎，你高人都是不需要睡觉的吗？戴少卿，这里便是我那未出生的孩子进儿的所造之处。李大人，得罪了。开挖。不用挖了。为何？这个泥土被人翻动过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他来过，就一定会有线索。他于3日前到此。大师如何知道？3日前，长安城下了一场雨。身长5尺7寸。他被葬于此地之事，都有何人知道？也就只有府上几人知情罢了。5尺7寸，难道是他？真的不是你吗？当然不是我了，那可是我们的静儿。我以为你瞒着我，找人挖了静儿的墓，以此吓死张氏，夺永安郎夫人之位呢。我呀，对李念谷的钱感兴趣，对他这个人是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如此便好。近日，李念谷要做一场法事，我想办法把他钱讨干净。现在大理寺已经盯上了李府，再不走，恐生事变。该不是8年前，你用男孩帮李念谷打了生桩，动了邪念，遭到报应，害我们的静儿胎死腹中了？别乱说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李念谷的钱。至于孩子嘛，我们可以再生一个，现在就生。你真坏呀！
夫人，你怎么了？父亲，有鬼！他回来了！哎呀，没有鬼，哪来的鬼呀？听话，赶紧把这安神药喝了，好好睡一觉就好了。我不能睡，他就在我的肚子里，他想要出来。你别再平添麻烦了，好不好？你要不做亏心事，就不怕鬼敲门。你，夫人，金儿胎死腹中，难道是你？什么意思？你我夫妻数十载，你怀疑我？没有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来，把药喝了吧。我知道这么多年未孕，你怪我，可这么多年，我也为家里做了那么多，你心里却只有那个贱人。如今你是不是想把我休了？啊，所以才往我头上扣石盘子，是不是？夫人，我从未怀疑过你。府里今日已然不太平，你就莫要闹了。好好休养，我再拿一副药过来。你这是给我喂药，你安的什么心？都想要害死我，你们都想要害死我！李念谷，你倒不如直接将我杀了，一了百了，好将那个狐狸精扶上正位。夫人不要！拿到厢房去，再快点啊！还有一个呢，快！哎，你去那边，赶紧把那个水给我端来，听见没？啊，快点啊！多拿点。你把这个送到那边去。你都愣着干什么呢？赶紧动起来！快点，都着急呢！快！你们两个去那边这边。街上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李府也有问题？李府今日真是格外的繁忙啊！寿材，李七张氏被下，夭折婴儿被刨，这寿材又是给谁准备的呀？小心一点啊！听见了吗？赶紧！有意思，走啊，去看看。大人，那这怎么办？这家伙一个人吃了我1半月俸。真拿他没办法。张氏莫名横死，此事越发诡异。莫非真的有鬼啊？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事情越诡异，李念谷越害怕，对我们只有好处。那这场法事就有劳神师您了。放心吧。待下葬之时，是否需要劳力？不用了。哎，多谢啊。走。有人去世，不摆灵堂，摆法堂；不做白事，做法事，有意思。戴少卿，李某失礼了。这是家父心丧。既然碰上了，一起悼念悼念。不必了，莫要扎了那晦气啊！晦气，人过有一死，何来晦气一说？各位大人并不知情，家父乃自刎而亡。
赐文，为何呀？家父近日屡受惊吓，心神不宁，精神扛不住昨夜如同坠了魔杖一样。难道大人不觉得此事有蹊跷，认定夫人只是受到了惊吓？蹊跷？尸体在何处？大人，随我来，请。大人，李某倍感妄言，请看。立即从此处刺入，划开脖颈，观其伤口起端深，逐渐变浅。这是因为失血和痛苦加剧，使力量逐渐减弱，符合自刎的特性。初看，并无中毒之状。大人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一个婴孩的头颅不至于把人吓成这个样子。可张氏双瞳扩散出血，确实是惊惧而亡的表现啊。那就是其他的原因。不过洪秀腹中的死胎肯定跟张氏有关，用这个头颅来勾引出张氏心中的鬼。是洪秀，还是其他人？张氏的尸体还得细研，不愧是一双圣手啊！这骷髅头竟然做得如此逼真。不过，小孩有这么多牙齿，你在质疑我的技术？要不我下次帮你做一个？哎，不用了，谢谢。真的，叼一个嘛，下次我帮你。不用，啊，不用，别客气。我们今天还查不查了？关门关窗，防盗防偷。关门关窗，防盗防偷。金石头，你是金石头！鬼啊！有鬼啊！洪秀，张氏无后，你我的孩儿又无缘无故的胎死腹中，其中的各种原因，我心里是清楚的，让你受苦了。如今张氏已故，所有的一切，全部都过去了。从今往后，你，洪秀，就是我李府的夫人了。
你心里边还有怨气，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这些日子，鬼婴的事情一定把你折磨得烦心至极。我知道，继儿也是我的孩儿啊，我也心疼他，我也舍不得他呀。你放心好了，到底是谁动了继儿尸首，我一定彻查到底。我李念谷定会让他血债血偿。侯笑，侯笑。死亡时间在1个半时辰前，亥正时分，致命伤在后心处，刺入上，刺进了心脏。李大人，你是何时到此？我大约亥末。区半个时辰，连杀人带割头，再将现场打扫干净，绝无可能。你是说，此处不是案发之地？是何人，是何物，能将他引出去？会引向何处？对你如此重要的东西，你会放在哪里呢？哎，不行。若要知道真相，来长生坊小巷。去长生坊。桂英，回大理寺叫人把尸体运回去。李大人，事情未明之前，还请留在府上。是。从脚印上来看，和偷盗婴童尸体的是同一个人。先是张氏，再是洪秀。你觉得这个凶手最终矛头会指向谁呢？
怎么，连我们大唐第一鬼探都被难住了？面对张氏的死，李念谷的态度成谜，直到洪秀被杀，他才来报案。李念谷身上一定有密室，凶手是在逼他说出来。张氏的尸首要赶在下葬前，还需细研。有发现，我抛开了张氏的胃，发现了幻神药的成分。因是长期用幻神药，使其内心持续惊惧，看见了心中的鬼。果然，知晓婴童藏尸地只能是府上之人。这府上能够在一夜之间掘开坟墓，又能将地填上，一定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。要善于利用刀具分尸，还能接触夫人的善事，满足以上所有的条件，那这个人只能是庖厨。大人，怎么了？有个打更人来报案，称昨夜见到了一个抱着颗人头的无头鬼。什么？那人说那是5日前被问斩的秦石头的头颅，他认识。秦石头是李念谷府上的佣人，因谋刺李念谷，便判其斩刑。又是李念谷。昨夜何时？亥初。亥初。洪秀死的时候是亥正，李念谷去的时候是亥末。你怀疑洪秀是这诈尸的秦石头所害？所有证据的关键点全部都指向洪秀。那么这个凶手和洪秀到底有什么瓜葛？桂一，把秦石头案的所有卷宗都拿过来。是。戴少卿，我府上确实有一名庖厨，身长如申屠神探所说，大约有5尺7寸，名唤刘牧。但在几日前，他便已经告病还乡，所以府上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庖厨，这里便是一直这么空着。他何时起在你府上做工？大约半年前。一个庖厨，李大人为何记得如此清楚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我家夫人喜吃淮扬菜，我找了许久才找到这个庖厨。他做这个淮扬菜确实比较拿手，所以我印象颇深。只是没想到啊，竟然是引贼入室了。我听闻，大人与洪秀也是相识于半年前，是吗？正是，但是洪秀与刘牧应当无甚联系啊。这是我与夫人一直未有孩子，所以经常抓些草药用以调理身体。是幻神药。哦，对了，大人，还要向你询问一人啊，请讲。秦石头。秦石头。啊，府上确有其人。大师问那贼子作何？今晨坊间传闻此人无头诈尸，当然要向大人请教一下情况。秦石头本是府上的一名马夫，我发现他常年挪用草料钱，贪赃无数。我本念旧情，希望他能幡然悔悟，不料他居然行刺于我，便把他告知公信，判了贪赃罪和行刺罪，后来获了斩刑。那秦石头的家人啊，有，他家中有一夫人及一对孩童，此事之后便带着孩童离开了长安城。没事了，老姚，走吧。
你看，难不成真是诈尸？这是为何？你不说都安顿好了，万无一失的吗？我只用他的孩子给你打胜状，他为何被砍头？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说为什么杀他？是你说的，要拿他家的龙凤钗打上盛装加以镇压，镇压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自从半年之前第一个南通盛庄打下之后，我不但官位未升，这怪世道一桩接着一桩。如今，先是鬼婴，把我们李府上上下下折腾得天翻地覆的，然后呢，张氏还有洪秀莫名的死去，我2个夫人都死了，这么下去，李府都快死光了。现在又出了一个什么无头尸诈尸，我给了你这么多银钱，钱花到哪儿去了？难不成是你布了这个局，想谋害我不成？你想说什么呀？你是……你看那是个人吗？青石头，看脖子，好疼啊！单从卷宗上来看，秦石头案确实没有纰漏，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。是什么？李念谷家住东市，理应由万年县管辖。可是此案为何由长安县所断？我想起来了，李念谷升任户部员外郎前，是长安县的县丞。小孟娘子，麻烦你去一趟万年县草料厂查账，现在就去。好。哎，老杨，我们走。我说申屠啊，我的人你可用得还顺手？那不是为了你吗？这话我爱听。走啊，咱们去秦石头家。走。老姚，你看这一屋子灰尘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哎，别卖关子了，直接说吧。说明这个无头鬼诈尸案根本就是故弄玄虚。为何？为何？啊，如果是你诈尸了的话，你能不回家看看吗？哎，你才诈尸呢，你能不能说点好的？开个玩笑吗？不过，若依李念谷所说，秦石头被降罪，其妻子离开。即便是走得再匆忙，这屋子里也不应该如此杂乱，像是被打砸过一番。这不合常理啊！当然不合常理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离开长安城。啊，这是婴童的尿介子，秦家有一对婴童，做阿娘的，就算落下什么，也不会落下这个。那如果没有离开的话，那他去哪儿了呢？谁？什么人？看来有人盯着这里啊！一座空宅子，竟然也会有人盯着，说明这个宅子里有他要的东西啊！他要什么，我们给他便是了。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鬼主意了？申屠，厉害啊！你果然猜的没错。大人，大人，大师，草料厂的账目查清楚了，秦石头确实并未侵吞草料钱，他是被诬陷的。这李念谷对秦石头有何所图？
竟能让他一个当官的如此大费周章。他家那对龙凤胎，有种狠毒的邪术，叫打生桩，是以男童女童蜡封入棺，葬于屋前院后，以其鸿运。竟如此残忍！那日我们去李府的时候，我提到了秦家家人。李念谷不由自主地望向院中树下那块石头，那个石头上刻着老虎。传闻中，老虎能够吞食鬼魅，是用来镇墓的。我当时还纳闷，为什么那里会有一只虎？现在看来，都是为了打胜庄。可这刘牧与秦石头是何关系？竟能为他复仇？即便是关系匪浅，他也不至于如此啊。刘牧和秦石头有着相似的经历，所以他才会打着秦石头的幌子去诈尸，想让李念谷尝一尝恐惧的滋味。如果我是刘牧的话，我会在哪儿呢？不是我干的，是李念谷他逼我做的。放了我！放了我！打生桩就是用蜡封吧？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半年前的男童，你可曾想饶他一命？你不是秦石头，你到底是谁？半年前我阿弟也是如此被你折磨的吧？他的内心也如你此刻这般恐惧吧？刘牧，你就下去陪我阿弟吧。恶鬼，畜生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他对洪秀的案发地极其熟悉，分头搜，是。比离之不远。长生坊。刘牧靠的是一手淮扬菜才混进了李府，那既然要经常练习做菜的话，他所住之地必定毗邻四市。既然要做淮扬菜，那肯定要找淮扬人食材，这样才能打出名号来，让李念谷发现。所以，街道两旁的淮扬商铺。让我们把尸体抛到城外去，快！喘口气，别磨叽了。
等等，什么声音？这是小子，这是当时了。有鬼！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好辜负你，我好辜负你们！别缠着我，别缠着我！这里不会有人再来了，就埋在院中。定要你血债血偿！大人，就是那个房间。人惊了没？未惊，属下亲眼看着刘牧进去的。抓。喏。真是个老泥鳅。追！不用，我知道他会去的。我要红云，我要红云，我要平步青云，我要平步青云。贪念无边，人面兽心。跟我回大理寺。我要红云，我要红云，我要红云。刘牧，你快让开！他今天必须死！我要红云，惩治他的自有大唐律。我要红云。他残害我阿弟时，大唐律何在？大唐律只为了你们这些贵胄而治。今天你若是不让开，我连你一起杀！去死吧！
给我住手！刘墨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的亲人是不是也？我要后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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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平步青云！平步青云！我要后运！后运！哎，阿弟要是喜欢，以后阿兄再给你买啊。好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您快坐，来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啊，小郎君，我腹疼，能否帮我抓服药来？啊！可是我……啊，小孩我来帮你看着，放心，我不是坏人。哎呀，小郎君，快点！阿弟，你就在这儿乖乖等阿兄，别乱跑，知道吗？阿兄去就来，好吗？啊！你在这儿等阿兄啊！就在这儿等阿兄啊！来，夫人药。阿弟，我阿弟就是如此被他残害。我要红运！我善心救人，却欲逮人。我找了数日，不见阿弟踪影。偶然间发现，那个女子竟是李念谷的妾室。我要平步青云！那为何不报官？报官？他就是官呐！我告得赢吗？想必我连官府的门都出不去吧。我只能选择自己报仇。你打听到张氏喜欢吃淮扬菜，便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练就了一门手艺，混进了李府。你不怕洪秀发现吗？哼，那个女子娇生惯养的，我们后厨这么脏，她又怎会来呢？我想见也见不着啊！即便我待在这李府半年之久，我仍找不到阿弟踪迹。直到前不久，阿郎，汤上好了。下去吧。哎，沈氏，为何南通的盛庄大家足足半年有余，我依然官运不济，只剩那么一点点而已啊！放心吧，大人，我为大人找到一对龙凤生桩，一个落在院前，一个落在屋后，可保大人无虞呀。哦，从何处寻到的这龙凤之胎呢？就在大人府上。好，好。洪秀的死胎是你挖出断头，用来恐吓张氏的。是。那你为何要杀害张氏？你天杀的神师，就是张氏引荐于这贼人的。我要红玉！可是他不知自己是引狼入室，神师与洪秀本就苟合，为的就是李念谷的家产。他更是可怜啊！可能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，那死去的孩子就是神师的。报应啊！报应啊！如此说来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洪秀胎死腹中是何人所为？当然。你这个狐狸精，勾引我夫君就算了，我还没怀呢，你倒是先怀了。不过，我看你是没有这个福气生出来了。红云，我要红云，我要平步青云！挖开！
大人，屋后的也挖出来了。开棺。阿爹，阿爹啊！我要红阿爹！平不讲让我平步青云。戴少卿大人，此案应该如何判？理念惨无人道，罔顾人伦，行天人共愤之事，斩！我要红叶。你来的时候门是锁着的吗？正是，也没有翻窗的痕迹。铺上有几把铜药，都在何人手中啊？我这棺材铺除了这些寿材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把铜药给了抬棺匠，就是为了主家来取寿材的时候方便。这棺中死者，你可认得？认得，这是抬棺匠吴图安的家父，名叫小莲。这吴图安我们熟得很，所以他手里边有一把铜药。说明可好的红叶还年轻，就是可惜啊。血液呈喷溅状，应该是活着的时候生生被钉死在棺材里的。这应该就是案发现场。桂姨，细查。是。雪橇的继续出来，赶紧把这修出来。我去就来。真的，这人性好高点。瞧一瞧，看看来，看看了。
大人，小莲之死与草民无关，与草民无关呢！大人，与你无关，你跑什么呀？为什么鬼鬼祟祟的？邪祟，有邪祟啊！大人，小人怕沾了邪祟。邪祟？对，那日我与吴图安，就是小莲的郎君，我们一同为主家抬棺，偏偏就发生了怪事。关上中间，嘿！人走两边，哈！无人抬棺，嘿！稳如泰山，哈！孝子守灵吧，嘿！亡人慢行，哈！宽哥，你咋不验号的？棺里不是亡人，我看见了，里头是个纸扎。呸！行官之时，可不敢说这不吉利的话呀。是个纸扎，棺里是个纸扎，不行啊！这身子比较弱，小心点。哎，主家无事，当心看路。我等为孙家干完活，领了赏，吃了些酒解乏，就把这件事忘了。可谁知道，当天夜里。小莲，阿郎，阿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郎，我是小莲，阿郎，你怎么了？不如改日我在长安城中给你找个说书的差事吧。你这张嘴啊，抬棺真是可惜了。大人，草民不敢有半句虚言呀。虽非亲眼所见，但在我们抬棺人中早已经传开了，他定是中了邪祟。大人有所不知，后头发生的事更邪乎。阿郎，今夜为何回来的如此之晚？阿郎，这院中烧的是何物啊？小莲，给我弄点吃的吧。阿郎先坐，给你留了饭菜，我去取来。小莲，小莲，啊！阿郎，你这是为何？今夜怎么回来的如此之晚？给你留了饭菜，快坐下吃吧。
哈郎，申屠，怎么了？你做梦了？你不会也被邪祟上身了吧？许是有些疲累了吧？你拿这个做什么？试验。你拿我做试验？你，老姚，你可曾注意过，死者的四肢和喉间可有骨折的情况？并未。凶手捶打力气之大，却丝毫不影响他次次极其精准的敲击。若非日日与铁钉打交道之人，绝对做不到。正是。吴屠安正符合。吴屠安身为抬棺人，长须封棺，经常会接触到锤子和钉子，倒是很有嫌疑。不过老姚，你当真相信邪祟一说吗？并非，我只相信摆在眼前的事实。小莲身死，吴屠安作为他最亲近的人，且他手上也有寿材铺的童药，而恰在此时，他又消失得毫无踪迹，这一切未免太巧合了。不管是不是邪祟，吴屠安都有很大的嫌疑。堂下可是抬棺人冬秋？正是草民。本官问你，死者小莲之夫吴屠安，为人如何？屠安这个人平时老实巴交的，从未与人起过争执，干活卖力气，话也少。他夫妇二人感情如何？可有嫌隙？未曾听过有何嫌隙。大人，我们抬棺人遭人看不起，没有女子愿意下嫁，他却讨了小莲这么个好家妇，我们眼羡得很。公堂之上，你所说皆属实。草民不敢有半句虚言。
大人，有件事草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那日天未亮，抬棺前的确有件怪事发生。你干啥？东军哥，这里头闭嘴！咱们拿钱抬棺，朱家葬啥咱抬啥，关中之物跟咱没关系。我问谁去？按死了！等明天要是让主家发现，咱就说不清了。明天抬棺之时，咱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走，走。有意思啊！照你所说，这关中的邪祟上了吴图安的身，控制着他，定死了与他感情一向和睦的发妻，是吗？草民不敢胡说，可那关中也许真的藏着一个冤魂。哦，主家孙氏葬的是孙家小娘子妙龄。那日我从寿材铺取了棺木送往孙家，可那时妙龄还没有死。这是寿材钱，有劳了。主家哪里话？待起棺下葬时，我再让人去换你。好嘞。那日后，我好奇，便问了，说是叫什么燃寿之法，白烛下黄纸上写上别人的生辰八字，待白烛燃尽，黄纸便会烧起，顺着那根红绳，燃尽所绑之人的寿命。荒谬！草民哪懂什么邪术？草民所言，俱是亲眼所见啊，大人。那副寿材，可是你亲手从铺中取出啊？并非是我呀，我没有寿材铺的童药，童药都是交给那吴图安手中。平日里我们几个一起干活，图安这人又持重，便把童药都交给了他。你且先回去，案情未了之前，不可离开长安。草民明白。他说的几分真几分假？此话何意？你怀疑他？一个被郎君燃寿之法致死的女子，确实值得同情和可怜。这也坐实了冤魂邪祟，同时还将矛头直指了孙家。大人，大人，吴图安找到了，在何处？死了。大路起障碍，小路开启8尺，人要魂走，伤要正行，起灵。老妪最后一天了，孝子为你守好灵了。入关。关里有人！啊！
可查清这具寿材是出自哪个铺子？查了，铺子在安业坊。掌柜的说，昨夜闭店之前才检查过，今晨寿材是直接拉走的，没想到出了这事儿。准备验尸。喷溅型的血迹，和小莲的死法一样，都是被风关钉活活钉死的，无中毒痕迹，无明显致命外伤，只有脑后处有一处淤伤。那便是先用重物击打死者后脑，将其击晕，更是让伤痕不易察觉。再将其放入棺内，手脚钉死。最后，再以风关钉钉入后夺命。关其瞳孔，死亡时间应是30个时辰以上。30个时辰，那便是说吴图安死在小莲之前啊。正是，当下之急就是要摸清凶手的动机，是为财、为情，还是为仇？桂叶，把那日抬棺的王三和安福找来，再审。是。哎，老姚，我能麻烦小孟娘子一件事吗？你平日麻烦的还少吗？假客气。我看您跟少卿大人就是谁也不服谁，又谁也不让着谁。这样，你呢就先这样，然后呢，我就是。王三，吴图安与你等可有嫌隙？并无啊，大人。平日做工所得钱财，你们是如何分配啊？谁找到主家，谁便多分一些。向来如此，也算公平。我们都认。你与吴图安夫妇关系如何？算不上好，也说不上差。除了做工，平时并无过多来往。你呢？我与他并不相识，此次也是被临时叫来帮工。被何人叫来？冬秋阁。大人，曹明想起来了，本来是吴图安叫了我和冬秋阁还有柱子，想着我们4个人带着4个帮徒就把这活干了，但是，快醒醒，都别睡了，醒醒。怎么了，冬秋哥？柱子这人也太靠不住了，这临近启灵了，人没了。三儿，你快去找个干活持重的人来顶。对，安福可以，把他找过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柱子是何人？安业坊寿材铺的帮工。安业坊，他现在在何处？那夜没有找到他人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。来人，去安业坊，把这个柱子给本官找出来。诺。戴耀卿大人，长安县赵知县求见。请。诺。戴少卿大人公务繁忙，下官便在此说了。前些日子闹得沸沸扬扬的邪祟案，与长乐坊孙家有关。那日起棺下葬的正是孙家小娘子孙妙龄。前些日子，长安县公械接到一起报案，说有一个人失踪。何人？孙家半子，妙龄的夫婿赵迪。公械找了好些日子，一直没有此人消息。下官怕贻误了案情，一听闻便立刻来报。
赵迪于何时失踪？我阿女妙龄下葬当日夜，她便不见了。这是谁的房间？正是阿女妙龄的房间。赵迪是否居于此间？并非，妙龄体弱，为了能让她安寝，东床便一直睡在了厢房内。看看吧。啊，请。恋爱，可喜爱熏香啊？确实，阿女喜爱香六，东床便常差人备来，终日燃香。赵迪为人如何？不瞒大人，东床自入赘我家以来，大能耐没有，唯独对阿女那是极为上心呢。单说这香六，便是他差人辛辛苦苦才寻来的。老叟年迈体弱，终有不久于人世的一天。见他对阿女真心，本想着将这一片家业交由他二人打理，可谁知阿女先逝，紧接着东床也杳无音信。洛阳，看你的神情，似乎是发现了什么。瞒不过你。要想破这些碎眼，恐怕还得从孙家开始查起。洛阳，开棺断案吧。开棺。竟真有个侄子！这是为何呀？我的阿女呢？这到底是为何呀？阿女啊！抬棺当日，棺木可出现异动。确有，那日起棺前，棺木竟莫名的晃动，那棺中真的有邪物。阿女啊，我的阿女啊！死者是被乱刀砍死的，尸身已经开始腐坏，死亡时间已经超过5日。凶器是普通的刀具，并无特别之处。5日，那便是妙龄起棺之前。此案真是愈发的有趣了。亡人的尸身找不到了，却又多了具男尸。大人，男尸的身份已经确认，正是安业坊寿材铺的帮工柱子。如此一来，便能解释棺材为何会出现异动了。一定是柱子发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凶手就将其灭口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就放在棺材里藏了起来。而此时被塞进棺中的柱子并未死绝，待他醒转，想要推开棺木，却发现棺木被人死死按住，最终伤势过重，死在其中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我们是查死！咱知道什么都不知道，走。如此说来，吴图安夫妇和柱子的死，
都和那具纸扎脱不了干系。到底是谁将妙龄的尸体换成了纸扎，就是此案的重中之重了。是赵迪？非也，赵迪巴不得赶紧将妙龄下葬，以免节外生枝。为何？跟我来。哎，你走那么急干嘛？等等我。幸亏你身图百奇，是天下第一鬼探，而非凶犯。不然凭你的本事，若想犯案，本少卿想抓你也绝非易事。放心，那是剧毒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这房间里都是杀人的东西，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我要是死了呀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是吗？那你玩玩这个。这是妙龄房中的味道。正是，此香名叫安息香，来自西域，极为难寻。虽非剧毒，但若加入香料之中，长期熏染，轻则使人精神颓丧，重则是可以致命的。如此说来，是赵迪杀了发妻妙龄？正是。孙家业大，入赘半子赵迪，就是用这个香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了妙龄。对外呢，他就说是因为妙龄体弱，因病而亡。准备将妙龄下葬后，强占孙家家业。这一切呢，本应该是天衣无缝的，可被有心之人暗中窥探，将尸体偷走，又以一具纸扎假葬，所以此人大概是知道了妙龄的死亡真相，恐怕是要为他复仇。知道了他的目的，就有办法让他露出马脚。我脸上有东西吗？看着我干嘛？看的人怪翻毛呢。当然是要借少卿大人的圣手一用。大人，这样真能找到我阿女的尸首吗？如今赵迪失踪，只要能找到他，妙龄的死因便能水落石出了。什么？大人此话何意啊？难道我阿女并非是病亡？不是。老爷，大人，抬棺匠们到了。知道了，去吧。
位，我家东床不幸横死，明日下葬。我知各位干活持重，明日起灵之时，就劳烦各位了。东家照顾我等，是我等的福分，一切东家就放心吧，是吧，东九哥？是。这个也说不上是定钱，全当老叟的一点心意。万望各位上心。谢东家，谢东家，谢东家。如何？你这方法果然奏效啊！我昨天晚上熬了一整夜，也没算白费啊。跟住他。放心吧，早就安排好了。小莫娘子，你穆归仪可是我的人，你同意的啊？他为何会来此处？你是何人？为何跟踪我？这短刀确实凶器无疑。昨日夜，冬秋的行踪也异常诡异，他还去了一趟东城郊的荒坟。我来看你来了，过得还好吗？无字碑，莫非那坟中便是妙龄？我知道了，我怎么没有早点想到呢？走走，你跟我走一趟。现在，你神经兮兮的干嘛？哦，小木娘子，你也一起，多叫些人，带上铁锄、绳子和棍子啊！现在，多带点人，跟我走。你别那么急啊！你等我先把这身衣服脱了。哎呀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申屠，走慢一点。老姚，啊，这个墓有问题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！我怎么早没想到？老姚，这坑不对。不对在何处啊？前，寻常墓至少是8尺或者1丈深，而这个墓只有区5尺深，所以这个坑底下还有坑。果然，这个土地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来，拉我一把。桂英，开挖。挖。冬秋派人盯住了吗？盯住了。大人，挖到了。树棺，压棺树葬。何谓压棺树葬？一种古老的诅咒邪术，以横棺压之，咒树棺中人永世不得超生。速速起棺！开棺！是赵迪。
确实那把短刀无误。抓东丘。走。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你做了何事？难道自己不清楚吗？草民不知啊。入夜时分，你去了何处？草民一直在屋中，因为明日要帮孙家抬棺，恐要劳累一日，故而一直在屋中歇着呀。这把短刀可是你的？并非草民之物。如此说来，还是我诬陷你了。草民不敢，可这却非是草民之物啊！你不承认杀了赵迪，那就是承认杀了妙龄了。大人，此话何意？草民听不懂。还装？妙龄就是死于这个乡里面的安息乡。若你还是听不懂的话，就把东郊无字坟妙龄的尸骨挖出来验验。还是没能瞒过你们。是我杀了赵迪那个畜生。说说吧，到底是为何？为何？因为妙龄。那日我骗了你们，我根本没在孙家看到什么燃寿之法，因为那时我看到妙龄在求救。救我！救我！都怪我自己窝囊蠢笨。离开孙家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妙龄嘴里说的是救命。我抬棺无数，见过的死人也无数。出殡当日只需一眼，我便能看出妙龄并非病亡。我思来想去，问题许是出在那香味上。我便想方设法从孙家偷了香料。我是个粗人，我根本不认得这些，找了许多人辨认。后来我发现，这香料中混着安息香。你和妙龄有何亲故？他是大家闺秀，我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的穷小子。我们能有何亲故？只是妙龄的出现，让我每天有了期待。真是好玩，又两个人好玩。小心，你不嫌脏吗？这有什么脏的呀？身上的泥洗洗就掉了呀。我叫妙龄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小姐。小姐，不好，管家来了，我得先赶紧走了。小姐，我们是好朋友啦，我下次再来找你玩。快回去，老爷找你啊！哎，我叫……我知道我没那么好的命，不敢痴心妄想。可赵迪那个畜生，凭着一张巧嘴，拍马蜂鹰入赘孙家。他若一心一意对待妙龄，还则罢了，可他
竟为了孙家家产害死了妙龄，他该死！死一次太便宜他了，我便把他押入关下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所以你趁妙龄下葬时偷走尸骨，葬于他处，是为了让他泉下得到清净。痴人呐，与你一般。大人，桂姨，吴图安、小莲、柱子之死，冬秋都已招认了。妙龄的尸首也已决出，交予了孙家。孙长信决定重新安葬。知道了。大人如此匆匆，是去何处？找申屠。申屠，万灵乡出现了怪事，你去不去啊？你不去的话，我自己先去喽。3、2、1。长安城西之万灵乡，乃西域商队通商大唐之重镇，尤以万国驿更是商队歇脚、买艺奇物的热闹之地。西域的宝贝，西域的美人儿，在此地那是应有尽有。这件宝物，诸位客官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好宝贝啊？看好了，什么稀罕宝贝？这不就是一幅画吗？哎呀，这谁没见过呀？我还以为什么宝贝呢，不就是一幅画吗？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！你再仔细看看。就是一幅画呀！哎呦，怎么了这？好宝贝，好宝贝呀！叶城，发生何事了？小人沈清海，是本驿的驿丞。这便是万国驿第一次闹鬼，约有月余的事了。大人，你看啊，现在本驿虽然还有一些商客，但是比起当初那个红火之时，那真是十不足一呀。既有鬼怪，那这些人为何还敢在万国驿落脚？万灵乡是西域客商通往长安的最便捷之路，若不走此路的话，就要走山路，更远更难走，还可能会有猛兽出没。两相权宜之下，就只能走这里。这位大人所言甚是。你身为驿丞，为何不向公谢报案？我去报了，可是县公谢一听是闹鬼，他们不敢来查呀。那就请您带我们去客商库房看看吧。啊，这边请。
可曾出过人命？这小人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每夜闹完鬼之后，都会有商客莫名失踪，但不知道是被吓跑了，还是被厉鬼抓了去。申屠，可发现什么古怪？少卿大人，今夜我们就宿在这万国驿，怎么样？你定。那就劳烦沈诚义帮我们传个消息，说从西域来了位大商，手上带着这么大一颗珍珠，就住在天字1号房。这不太好吧？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整个万灵香能传多远传多远，能传多真传多真。整个事情的真相呢，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。若是再有一个人知道的话，我唯你是问。小人明白。天下第一鬼探，如今所下之饵，也不甚高明啊。不是下饵，阳谋罢了。货仓和房间牌匾是对应的，什么人带了什么货，都有体现。你是说有人监守自盗？没错，这世间哪有那么多妖魔鬼怪，不过是扮鬼杀人越货的小把戏罢了。珍珠的消息放出，若今夜有鬼前来，那便关门捉贼；若无人前来，那便是有人走漏了消息。那一臣沈青海，便脱不了干系。不是说了吗？大理寺来人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别敲了。怎么还敲啊？你不是灯命，鬼呀！大门方向，别烧死他！别烧死他！苏太宇说有鬼，有人死了。走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！看着像七彩啊！这是，你瞧瞧。桂姨，拿我腰牌，快马去攻谢，让知县立时来见。是。谁发现的尸体？我。你发现了一具尸体，为何大喊有鬼啊？
油灯灭了，有鬼啊！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万灵县灯不能灭，这灯一灭，鬼就来了。我看，兴许他就是被鬼上身了。胡说！此人舌头并未探出，并非一死之状，而是被人用大力掐断了喉管，随后吊于门上，此乃人为。草民可不敢胡说啊！大人若不信，尽管去查。听说这万灵乡都死了好几个了。真是晦气啊！让一让。下官不知带少卿大人前来，有失远。万灵乡灯灭遇鬼，数人身亡之事，可否属实？确实属实。可查明案由？回大人，尚未。上尉，已有数条人命，你身为一县之长，还有脸说上尉？这万灵乡突遇鬼怪，下官已竭尽全力去查缘故，可实属力薄啊！力薄还是胆怯，还是把百姓的命不当命啊？下官领罪，下官马上命人去查昨日万国驿所有来往人员，无论客商百姓，全部登记在册。还有，你们马上封闭所有城门，彻查一切可疑人等。没有目击证人，没有物证，就算查入役人员又有什么用呢？再说了，这也不是第一案，凶徒根本没有想逃跑，你封闭城门又有何用啊？那下官该如何办？请大人示下。从他查起。他？万国驿闹鬼，本质上就是为了抢到路过的商客和财物。路过的商客随身带了什么货，他是最清楚的。如今，不论他是被凶杀还是被灭口，都需要从他先查起。孙知县，去办吧。关于此人，事无巨细，一一查明。若办得好，还能将功补过。下官明白。傅仪，你立刻去县里对照万国驿登记在册货物，查明货物是否丢失流入市场，若有，揪出幕后买卖之人。是。申陀，你我二人去趟万灵乡，看是何人在背后装神弄鬼。掌柜，置物。客所至何物啊？青釉皮囊壶，又是西域货。你这物实，小老看着和之前那些同路啊。老掌柜，此话何意啊？小娘子手拿此物，就问小老是何意？莫非你是在嘲笑小老？小女子当真不知啊。啊，这些日子，总有人拿些西域物事来，宝石、水晶、玛瑙、波斯锦、金银器，还有些不值钱的香料。都是值钱？非也，他们倒不图卖什么高价，只图小老能给他现钱。如果小娘子若置此物，小老便把这利钱跟您说清楚。若卖，这价可是不高。劳烦掌柜，将这些西域货物都拿出来，给我一关。小老开店营生，你是要故意搅扰？哎呀，大人，请随小老前来。还劳烦掌柜差铺里的伙计，把县上的制铺掌柜都叫过来，带上东西。好的，大人，您稍后。波斯锦收于7日前，卖者何人？小老眼生，卖家也未明说呀。此壶是谁收的？我收的。收于何日？卖者何人？约是半月前，卖家我也不认识。大人，这些卖西域货之人，许是来自万灵乡。你如何得知？哎，
我这腿脚不太利索。那日我收这件玛瑙时，取钱稍微慢了些，他们便催得紧。二人离铺时，说是回去晚了，便赶不及点灯了。那便是万灵香，错不了。如今咸阳城谁人不知万灵香闹鬼？听说他们香灯不能灭，就算是白昼，也要点着灯油。哎，老汉儿，把灯油添够了没？你今天晚上安心休息，今天夜里我盯着。老汉儿，听说昨天夜里啊，沈清海死了。是啊。哎，咋死的？还能咋死？灯灭了呗。哦。老汉儿，算上沈清海，死了5、6个，你说这事儿会不会和当年的事儿有关呢？别胡说，睡你的觉。不好！啊，老汉儿咋了？没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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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灯亮了。灯亮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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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灯亮了。西域客商塞卢斯，何人使斗？大人，我认得。此人酒糟鼻，酒量极好，我曾与他彻夜对饮。最后一次见他是何时？大概7、8日前，我从西域回来，在万国驿小歇。第2日酒醒，便不见他了，想必一早去了长安。正是7日前。大艺人阿杜丹，何人使斗？我。老姚，这临终协议，恐远超你我想象。发现了，按于途所示，我们早就应该到了万灵香，可如今怎么也走不出这林子。老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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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得见吗？申屠，这儿，都在这边。申屠，你怎么了，申屠？捂住口鼻，林中有迷障。看来我们已经被困在林中了。
生无贪官，却错在冤案。你该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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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冤枉后人！你现在就去死！你现在就去死！去死！死！神荼反起，以妄为推官，去死！神荼，去死！神荼，醒醒！神荼，去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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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不能倒在这里。李正，又死人了！什么？申屠，你醒了？这是哪儿？昨天晚上我要不是拦着你啊，你就把自己戳死了。哦，这位是孙甲兄弟，昨天晚上就是他救了我们。哦，谢谢啊。可严重了，不敢说救，只是我去买灯油回来，巧遇二位迷在了林中。老姚，万灵香闹鬼，我感觉真相就在这林中。二位是为了鬼怪而来？正是。两位可是外乡人，可能不知，那片林子可莫要再去了。既然已经醒了，趁着天亮安全些，我带二位离开吧。万灵香不是久留之地。那片树林有什么古怪？那是山里的怨鬼。胡说！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？这万灵香进着容易，可要出去，就只有老林子那一条路。如今也只有定期去买灯油的人才敢走。若没有人带你们，你们永远都出不了这万灵香。良言难劝该死的鬼。既然二位不信，便随你们。又死人了，又死人了！哎，我们回去看看。走。李长，这红妆，我不瞎。他老汉呢？现在在找，还没找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找啊！多叫点人手啊！是，走。这油灯灭了。唉。把它埋了吧，趁着天亮，赶紧埋到树林里去，埋远一点啊，千万别把这鬼魂招进了村子，祸害了百姓。等等，既出了命案，为何不查明案由便仓促埋了？你们二位是何人呢？大理寺戴少卿，遥远。你们往那边走。走。上面看看。你们去那边找找。你们去那边找找。好。贾良哥，这万灵香是待不下去了，要不咱走吧？日日烧油，迟早有一天把钱烧光了，也是个死啊！走。
咱们当初为什么会来到万灵乡？现在走能去哪儿？赶紧朝人去。找到了，于老汉的尸体在这儿。走走走。无中毒之状，无明显外伤，和沈青海死法一样，都是被人大力掐断的喉管，然后再被人吊起。有趣的是，这套红衣夺目而诡异，定是精心做剧，给活人看，目的就是让人恐惧和害怕。恐惧。师徒百奇，你身为川官，就错断冤案，你该死！你该死！你该死！我知道了，每个人心中都有恐惧，而这套红衣，也许就是激起人们心中恐惧的根源。莫非问题出在那灯油上？灯油中含有致幻之物，勾起了他们心中的恐惧。不是，大人这边请。大人莫怪，只能将二位大人暂且安置于此了。有劳李正了。大人莫怪草民多嘴，劝二位还是早早离去吧。您是官，若是在本乡出了什么事，你让草民如何交代呀？这个你放心，我等出任何事情，都与你无关，不必多虑。我有疑问啊，燃灯驱鬼之法是何人提出的？孙家。有劳李正了，你先回吧。那二位大人便早些歇息，如有需求，小的家就离此不远，随时召唤我。对了，大人，这壶中是灯油，屋内呢有油灯，切勿灭了灯啊。草民告辞。孙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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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半夜的，何人呢？何人？孙家。谁？谁呀？孙家。吉时已到，夫君随我回吧。夫君。什么？
那条路我从小走到大，没想到那日就遇见了鬼。幸亏我带着油灯，不然……所以你便让李正告诉乡里人，油灯可以驱鬼。正是。一开始我说的话没有人相信，就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侥幸捡了条命。可直到死的人越来越多，啊！大人若是不信，可以去问李老丈，他也是用了燃灯之法驱了鬼才活了下来。李正，人已经找到了，死在了树林里。都处理好了？处理好了。孙谦，听蒋良说，你想离开万灵乡啊？是啊，李丈。先不说那鬼吓人，光是这灯油，我实在是烧不起了。我现在每天不敢吃，不敢喝，身上一有点钱就得想着买这灯油，这种日子我实在不想过了。那万灵乡的事儿，你如何能保证不说出去啊？您放心，当年之事我会带进坟里，死也不会说出去。你说的，我信你，我信你。容后山。兄弟，别怪哥哥心狠呐，是你坏了规矩。你们都看见了吧？苏谦就是下手。以后你们谁再有想离开万灵乡的话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走。李老丈，李老丈，这二位大人来找你问些情况。你是通过燃灯驱鬼，捡了条命？这条命，捡不捡还有什么区别？再也没钱烧灯油了，最后一个铜板买了点酒，喝醉了，他找来了就不怕了。他？那个鬼新娘啊，多好的小娘子啊，就成了鬼了。毒酒。大人，你们果然在这儿。大人，我得赶紧去把李老丈的死讯告知李正。这油灯您拿着，这样安全些。好。查得怎么样？万国义丢失的货物，确实都流入了方氏当中。事情也如我们猜测的那样，确为监守自盗，并且卖家都来自万灵乡。老姚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万灵乡并无富户？终日燃灯，确实比不小的花销。那与万国义丢失的货物相比，如何呢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就连李正穿着都极为不同。通过抢盗换来的钱，到底花向了何处？还有，扮鬼抢盗的和扮鬼杀人的，是不是同一个人？那这个秘密，就是藏在李老丈口中的那个他了。啊，还有一事，我在通往万灵乡的那条路上，发现有人抛尸。走。
想不到天下第一鬼探还信燃灯驱鬼一说。因为我真的看到了。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我心中之鬼。那个时候，我还只是一个推官，我断错过一个案子，导致一个女子身死。这是我心中最恐惧的事情，所以我怀疑这个林子里面肯定是有古怪，可以勾起人心中的恐惧。你什么都没有看到吗？从未，只是觉得有些头晕。唉，那还是我们少卿大人光明磊落呀。贵爷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眼中视为偶像的大师。那咋了？马绒花？何为马绒花？这是一种来自西域极其罕见的药草，无色无味，有极强的致幻性，其花粉可传数里远。老姚，一会儿我有任何异样，立刻点灯。好。身图百奇，你错断冤案，枉为推官。我抓到了凶手，我已经还你清白了。可我已经死了。我再赎罪了。这些年我拼命查案，就是不愿世间再有此冤情。我再赎罪了，我已经再赎罪了。神头，神头，如何？我知道了。方才在于老汉家的时候，灯油当中有股香气，那个香气就是解药。哦，让全乡人笼罩在麻绒花的致幻性中，然后再利用灯油中的解药来解，以此来维持百姓的正常生活。到了夜晚，想杀谁，便扑灭谁家的油灯。也许这就是真相。可他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个圈子，让全乡的人散尽家财，为油灯所累？莫非全乡人都是他的仇人？先找到小木娘子说的抛尸之地，看有没有什么新线索。应当是那边。走。这条路是条不归路。等等，不对，这边竟是悬崖。若没人带你们出去，你们永远都出不了这万灵香。他们不想别人出万灵香，于是做了假的路牌。所有想要出去的人，都会被引到危崖边。不错，你们大理寺
果然不一般。不过你们知道的太晚了。大胆刁民，不知深浅，对大理寺的人也敢刀兵相向。如果你们死在这个崖下，谁能知道？若有人来查，跟你们一般，谁也离不开这万灵香。给我上！看看他们心里在怕什么。是他！你别来找我！别找我！别找我！别来找我！是他要害死你的，跟我没关系。问他，他是谁？过来！别过来！他是谁？李正，钱宇，不是钱宇，他是王兴。为何害我？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饶了我吧！在林子里种下麻绒花，用这身红衣勾起他们心中的恐惧，再用灯油中的解药控制，想杀谁就灭了他的灯，对吗？活着的人也终日生活在恐惧当中，昼夜燃灯，散尽家财，最终饿死、冻死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为何要置全乡的人于死地？置万灵香的人于死地的不是我，是他。当年他们这帮该天杀的快饿死之时，是老李正钱宇接纳了他们。这帮人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老李正从未说过什么。可终有一日，万灵香养不起他们了。后生，今日来呢，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怎么了，钱理正？莫不是要赶我们走啊？最近乡里吃紧，给大家准备了粮食，你们路上吃。在外那么久，也该回乡看看了。听闻钱理正阿女要出嫁了，至少让我们讨杯喜酒，吃了再走呗。这生你恩，懂你仇。万里香可是他们的恩人呢，整这一乡的人，他们就用了1夜，就1夜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大家吃好喝好，谢谢。乡亲们吃好喝好啊！哎，好。走，咱们去那边敬酒。敬各位啊！上脸，上脸啊！娘子，这事儿吧，幸而那夜，
我去县里谈耍，回来迟了躲过一劫，不然恐怕万灵香的劫难，永世也不会有人再知晓。快！多抓紧啊！他们占了我们的物，用了我们的名。若你等为官之人还有人性，别让开，让我杀了这个畜生！他做下了如此人神共愤之事，必死无疑。今夜我做主，你可以选择杀了他，我等就当从未来过万灵香。你也可以选择把他交给大理寺，让大唐律惩治他，并昭告天下。孙家，相信我，比起大唐律的惩罚，你杀了他，就是给他痛快解脱。我保证，他的骂名会传遍大唐的每个角落，遭万世唾弃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？我说到做到。大人，这具尸体是酒糟鼻，他是西域客商塞卢斯。这具穿着大义服饰的是阿杜丹。这些白骨身上都有刀痕，应当是15年前万灵香的冤魂。孙安，你睁眼看看这些枉死之人！你视万灵香今天血案于不顾，该当何罪？你包庇凶徒，藏匿于昭昭盛世之下，该当何罪？你纵容凶徒劫掳货商，收受财物，又该当何罪？你怎配做我大唐之官？怎配做我大唐之人？归隐，彻查孙府，立即将孙安押至长安，定罪问斩。是。走。贪欲啊，谈到头来，又能得到什么呢？那孙甲呢？你打算怎么判？孙甲，孙甲是何人？15年前那本万灵香名册上，并没有此人啊。哎，老姚，拜托你件事啊。哟，这么客气啊？说来听听。我在万灵香碰到鬼这事儿，你会查就别往外说了啊。那可说不准，看心情吧。看心情？你看心情是不是？你再说看心情啊。妈妈，我去去就回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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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
起手！救命啊！连夜的大雨已经将现场冲刷得无证可查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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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小心点，别碰着啊！幸好早日查出是否去请山图大师？往常这个时候，他闻着味儿就来了。今天奇了怪了，到现在都如此安静。心脏医师，顶骨、额骨、颞骨、颧骨、鼻骨、下颌。你们看那个怪人，在这站许久了。别说，长得还挺英俊的呢。他在这儿等什么呢？真好记，真好记。大师，老杨，还算没让我等太久。我就知道，少不了你。
大师，你这是未卜先知啊，竟然全都算到了。你家大人的本事，我最清楚了。这下是什么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不专业，哎呦，不会影响人的事啊？对啊，就是吧。此人可是你兰香坊的花魁月清。正是。这可是他的衣物。哎呀，不知道，怎么有点眼熟啊？是谁的事？除非是咱们龙氏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哎呦，这2位大人都只打听1位姑娘啊！要是都看上了，我可要加钱呢。这大张旗鼓。我们是有正事相问，此人可有什么冤家仇人呢？大人说笑了，这官人们拿钱买欢，娘子们拿钱卖相，都是一些皮肉生意罢了。只要钱不插上，哪有什么仇人呢？没有仇。那他昨夜为何离店？月清姑娘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的人你会不知？事关人命，若有隐瞒，严惩不贷。大人，这月清姑娘的月事迟迟不来，许是怀了身孕，她可是我们兰香坊的头牌，不能耽误了生意呀。这草民就让她去郎中那儿取一副坠胎药来。到底什么事儿？快点办完，快点走吧！你说咱们在这儿有什么用啊？我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。不一定。大人，未发现可疑之处。这有什么可疑之处？茫茫长安城，大雨冲刷了1夜，该去何处找他？别灰心，老姚。如今我们能依靠的，就是你这双圣手。再验尸吧。尸体身上刀伤共17处，分布在前心、后背、脖颈处，刀刀致命，且死者心脏丢失。凶手应当极通人体构造。尸体身上看不出任何挣扎、厮打痕迹，是虐杀。残暴无情，毫无人性。并无侵犯痕迹。目标是青楼女子，不为色的话，更不会为了财。更让我想不通的是，这后背的伤痕看似杂乱，但又像是有某种规律一样，像是……画。正是，一幅没有做完的画。照这么说的话，凶手肯定还要杀人。老姚，通知左右警务卫协助大理寺，全程夜巡。好。回去告诉嬷嬷，我已到孙员外府，今夜让阁中把我的牌子撤了吧。是。撤。
你是谁？放了我吧！求求你放了我！放了我！求求你放了我！放了我！求求你了！多好的一具皮囊啊！为何要做娼妓，玷污自己啊？求求你放过我，放了我！求求你放了我吧！求求你放了我！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！求求你放了我，别杀我！放过我！求求你！我这是在帮你抵挡受体的误会。那些玷污你的人，你都该死，都该死，都该死！这恼人的阴雨天，终于停了。哎，这是何物？彩彩阿哥今天给你们带什么好玩的？你要哪个？我要这个。那你要这个？哦。我给你也找一个，这个吧。娃娃们，导师来啦！吃饭了，把玩具都放好啊！吃吧吃吧，我也要。都有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不要抢啊！每个人都有。刘腾阿哥，你上次带来的东西都还在呢，做这东西费时费力，你不必如此费心啊。因为我这副容颜，也只有你和这群娃娃们不嫌弃我了。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是我应该的。倒是你，如花的年纪，天天围着这一群娃娃们转。这些娃娃不是死者留下的，就是凶犯留下的。我义兄怕他们没着落，我这也算是帮我义兄的忙了。那你义兄姚少卿的案子查得如何了？今晨又现一名死者，分尸。又是语言。昆玉前夜命案是同一人所为。我们还是晚了一步，如此泯灭人性，当真人神共愤。凶手明明可以将尸块抛尸于山中，为何要抛尸于此呢？这多吓人啊！此处是百姓聚居之地，难道凶手是想引起恐慌？他不光想要杀人，他更想引起人们心中的恐惧。他要扰乱整个长安城，他也许很享受这种感觉。下令吧，整个长安城百姓聚集地寻找尸块。东西4市、平康坊、朱雀大街、崇仁坊、城门。少卿大人，朱雀大街南段发现尸块。无。大人，平康坊发现尸块。大人，东市发现尸块。大人，西市发现尸块。大人，东城门发现尸块。大人，南城门发现尸块。老杨，一天了，滴水未进的，歇会儿啊。我要是歇了，就是给凶犯时间。可以啊，少卿大人，
有我当年的风范啊！你，少卿大人，闭嘴！少卿大人，依据您还原的画像，死者身份确认了，白凤阁花魁春儿。又是长吉，同是雨燕。同样是未被侵犯，共37块石块，废葬仪式，唯独躯干却完整无缺。第二幅画出现了。相由心生，凶狠、残暴、无情。在行凶过程中获得快感，能连夜行凶，却抛尸于长安城东南西北各处，其行动之便，必不是肥胖之人。目标皆为长吉，但死者并未遭到奸污，不是贪色之人。长吉挣的钱财皆在老鸨手中，也谋不到财。毁其面容是为了……是自卑，是相貌丑陋，还是脸上有伤痕？若是脸上有伤痕，必会一发开之。又是语音。各位前来相助的精武卫郎将，各位大理寺同僚，近日命案如阴云般笼罩长安，阴郁不散。如今夜雨将至，命案恐再发。遥远特请诸位夜查长安，为保长安太平，少卿大人，您尽管吩咐吧。长安城108方，朱雀大街以东，就拜托你们了。诺。穆桂仪，带领大理寺的所有人员彻查朱雀大街各方，不可遗漏任何一个角落。是。夜雨将至，无法准备大量画像，暂请各位谨记此人。凶犯面容虽有不同，可必有相似之处。但凡有一丝可疑，先拘回大理寺问话。诺。动。你去那边。是。你这里可有发现可疑之人？没有。若有发现，及时上报。哦，好。
该死的贼子，祸害的老娘连生意都做不了。老天爷呀，这雨要再这样下去，可让我如何活呀？唉。哎呦，客，哎呦，淋湿了吧？奴家给客擦擦。定是奴家色衰，奴家这就去找小娘子，给客梳洗干净啊。客，楼上请。慢点啊，客。身子已经擦干了，客请快些离开吧。为何？无他，不是罢了。请恕无法伺候。低贱的娼妓，有何脸面装清高啊？客还请看看自己，什么阿杂东西！你们不就是这么人人手里不知廉耻的吗？世间的娼妓都该死，都该死，都该死！你说对了，我就是个阿杂东西，我身上淌着娼妓的血，我就是个阿杂东西。狐狸，官人们就是这间房。可是此人，奴家给客擦擦，有些相像，但是眼睛似再小些，下巴似再尖些，鼻子似再大些。来人，将死者放下。诺。
同样刀刀致命，且脾脏丢失。老姚，你过来看。看这个，这是我们离他越来越近了。这边倒像是一名女子，可这边呢？此话还未话完。他还要杀人？申屠说的不错，凶手取其内脏，不是随意取之，或许是有大用。然五脏已有其三，他必然不会停手。你觉得他意欲何为？借命。借命？相传有一种邪术。取其健康的五脏，辅之以一具傀儡，再施以法术，便能使濒死者起死回生。傀儡？你可还记得昨夜在红灵房间找到之物吗？沾湿的锯末。你觉得死者身上的画是何物所致？类似刻刀。一开始我猜凶手可能是木匠，但你说需要一具傀儡，那他就有可能是一名木魁师。大人，接下来我们应当如何？依据昨夜老鸨的描述，重新画像，暗中走访长安城所有的木魁师，注意，切记不可打草惊蛇。是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义兄，来，去吃糖果吧。去吧，去吧。看义兄这一脸愁容，莫非案子还无进展？义兄莫愁，以义兄的手段，饶是再狡猾的凶犯，都逃不出义兄的手掌。
天晴了，长安城所有的妓馆也都有了防备，他不易下手了。那这是好事啊。他的计划还未完成，我担心接下来他会不择目标，随意杀人。熙柔，你也要小心，当心此人，入夜切莫外出。唉，离入夜也只有5个时辰了，熙柔，我就先走了。义兄放心，义兄也要仔细安全。大人，全长安所有木会师的铺子买了个遍，尽皆在此。没露出破绽吧？没有。大人。诸位，凶徒面具做工极佳，锉刀痕迹细如发丝，漆面加入了桐油，故亮度极佳。红漆里含有大量的朱砂，故鲜红如血。漆面共修6层，依据这些特征一一比对，半个时辰之内给我结果。诺。来一串糖葫芦。好嘞。只许吃1串哦，小心坏了牙。走吧。慢走啊。真好吃。木子图，他在死者身上作画，是在将心中所求这样画出来。他的目标极为长期，莫非其目便是长期？出身时他自卑自毁面容，隐恶生恨，想要杀尽天下的长期。如此一来，就都能说通了。为何会是他？莫非他的梁山竟是伪装？熙柔，刘彤，阿哥，你这是要到何处？娃娃们饿了，我去买些饭食。不必了，我带了点心蜜饯。娃娃们，看看阿哥，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？好吃的蜜饯，来，每个人都有啊。来，给我一个。熙柔，你义兄的案子查得如何了？没什么进展。阿哥，你的腿这是怎么了？摔的，不碍事。那我去给你拿些药吧。熙柔，我听闻姚大人已经把凶徒的画像画出来了，当真？都是坊间传闻罢了，义兄哪有那么神啊？阿哥，连续阴郁了多日，终于天晴了，咱们出去晒晒太阳吧。我给你敷些药吧。也好。
将士啊，这面具可是你殿中之物啊。此物件正是小老殿中之物。几位身穿官服，怎么，这物件有什么问题吗？那问题可大了。近日长安城中发生的命案，这可是关键的物证。啊，看来几位是怀疑小老了。将士您误会了，凶手已被大理寺擒获。他是觉得这个面具十分贵重，是托我们转交给您。你们抓错人了，我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干什么？你莫要怪我，若不是你义兄带着大理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，我不会这般待你。我本以为你只是面恶，但心善，谁知你竟真做出如此人神共愤之事！我只能如此。你与我说过，你阿爷被朝廷处死，你的命是你义兄给的。若他将不久于世，你可会救他？你可会不惜一切救他？我会。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我不管什么人神共愤，我只求自己能够心安。这就是我昨夜逃跑时留的刀伤。你昨夜是何时何地受的伤了？亥时，万花坊附近不远。那你为何要将死者的面部撕毁呢？是为了让官家认不清死者的身份，这样就无处查询。很好，那么请你把在死者身上刻画的画给画下来。你既能在皮肉上作画，想必在纸上更是易如反掌吧？若你真能画出，我大理寺便定你的罪，饶过你一心包庇之人。童儿，你被他们发现了啊！啊！你，师父，师父，您这是为何？童儿，师父本就命不久矣，他们抓便抓了。你告诉我，今天晚上你都去了哪里？你对他们都做了什么？你要一五一十都告诉我。啊！我今晚去了万花坊，还是我杀了他们，取了他们的肝脏，刺破了他们的脸。还有什么？没了。唉，这孩子
终究还是把我给骗了。将师，你可知有种江湖邪术，叫做木魁接命？果然是大理寺的人呢。这满屋子的膏药味儿，想必他要救的病入膏肓之人，就是你吧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你真相信有那种接命的邪术？起初，童儿想杀人救我之命，我是拦着的。可是人越临近死亡，就越容易恐惧，越是心里惧怕，就越是想不通，为什么我是如此短命之人？为什么老天对我是如此的不公？越是恐惧，就越是放不下，心里就越是不舍。后来我就不再拦着他了，说任由他去。都怪我的贪心，我想再试试。愚昧至极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把我生下来的那个女人是个娼妓，从小我就不受人待见。他们骂我，打我，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娼妓之子，好像我生来就是一个被人摔倒的木偶一样。我愤怒之下毁了自己的面容，我希望他们怕我，可谁知他们不但不怕我，我还成了一个怪物，邪物。西柔，除了师父，只有你肯正眼看我。没摔疼吧？啊！快死开！你个丑八怪，吓着我家孩子了！哎，这位阿婶，你莫要如此说。这位阿哥，他也是一番好心。好心？什么好心？这丑模样，再把我家孩子吓出个好歹！哼！这位阿哥，如何称呼？我叫西柔，我家就在前方不远处。阿哥闲时可来喝茶。自从我见你第一眼开始，我就想把我心中仅剩不多的良善全部给你。可造化弄人啊！待我救了师父的命，我也会死。我把我这条贱命赔给你。停手吧，回头吧，刘头阿哥，不要再执迷不悟，不要再错下去。从上天给我这条贱命开始，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。我不会让你有痛苦。
这脏手不配。住手！童儿，熙荣，刘同，你放了他。师父，童儿马上就可以为您续命了。童儿，解命是江湖邪术，是虚妄。之前师父没有拦着你，是师父错了。现在听师父的，放手，放手啊！不是虚妄，师父，我能救你，我一定能救你。现在五脏之缺已杂，我有我自己的，我一定可以救你。住手！师父，童儿，你现在看看师父这个样子，还有什么值得你再做下去的？啊，师父错了，师父贪生怕死，把你逼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师父的自私，害了我唯一的徒儿。师父，孩子，放手吧，你还小，不要背上太多的罪孽。师父求你了，啊！我相信你心中还是心存善念的，不然你也不会留下那幅母子图。你心中所想，我看懂了。你别再跟我提那个贱人，我这辈子只有师父。皈依，命大理寺寻找刘同的生母，来带他回家。来吃糖果啦！别挤啊，都有，一个一个来。想不到我的少卿大人平日里端得四平八稳的，还有这么一处偷闲之地。自己分吧。这些孩子本就没爹没娘，若再无人照顾，又有多少会如刘同那般呢？你果然和朝中那些只知道权和利的人不同啊！我都开始有点佩服你了。话都这么说了，以后就同我一起照顾他们吧。大人，大师，刘同的阿娘找到了，因刘同当年失踪，他阿娘苦寻之下，疯了。哎，西柔呢？皈依，把刘同葬了吧。身为执法者，却能兼顾法与情，你家大人呢？不错。长安城中有这么一处地方，毗邻鬼市，小贩、商贾、百姓杂居，有富的流油的，也有生活不堪、穷得叮当响的。这地方啊，就是务本房。哭！胡老汉，你倒是管管你这孙儿啊！这大半夜的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得了个孙儿是吧？胡老汉，
行，不让我睡，咱都别睡了。傻子，你爹呢？你儿子哭成那样，你们爷俩就没一个管管。哎，傻子！胡老汉，胡老汉，胡老汉！孩子哭成这样也没人管。胡老汉，胡老汉，胡老汉！深夜你为何到胡品家？胡品家的孙儿一个劲儿的哭，吵得草民没法睡。大人，真的与我无关啊，不是我干的。你问他们，肯定也有人听到。你们说话呀！你们说话呀！为何都不说话？大人，草民与胡品无冤无仇啊！程破天就是看不起他。嘲笑过他家里有个傻儿子，他们也都骂胡品。你们平日里不也是对胡品指指点点的？怎么这回都哑巴了？尸体致命伤在心脏处，为利器刺入伤，一刀毙命。尸体缝尸线从心脏处直至腹部，腹内被硬塞入草人，胃肠皆已被挤烂。究竟是何等通天的仇恨，才会做下如此恶毒的诅咒？诅咒？古籍记载，以草人至于人妇，即使死者转世为人，也将断子绝孙。可怪就怪在，即便有如此大的仇恨，这个凶手竟然放过了胡品的傻儿子和他的小孙儿。对此二人不仁者，那最有可能的，便是胡牙之妻了。下次再来啊！鸡毛掸子、小香包、小铃铛啊！客官需要什么？你就是他们口中的包打听。哎呀，我只是个货郎。哎，嗯。我这走街串巷的呀，谁家长谁家短儿，倒是也知道那么一点点儿。胡牙你认识吧？认识啊，东家那傻子嘛，认识。那你可知道他从何处讨的娘子？讨的啊呸！胡牙呀，他阿娘死得早，他爹呢胡品啊又是个窝囊废，他自己还是个傻子，你让他上哪去讨啊？那女子为何愿意嫁入胡家呀？她是何来历？哎呀，这个，说是捡的。捡的？你说这要是捡吧，他也轮不到他胡家呀。我看呐，8成啊是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买的。你可不知道啊，这一向叫人看不起的这个胡品啊，这次可算是扬眉吐气了。卖花了，卖花了啊！这最瞎了，这才什么时间？就那个胡品，几位嫂子，这舌头又痒了，又嚼谁家舌根子？去，哪儿都有你。说出来给我听听呗。还说啥呀？正主来了不是？哎呀，哎呦，真好看啊！哟，洪老爹，这是满面春风呀！这不怕孩子在家憋闷得慌吗？带他出来转转。哎呀，洪老爹，这又当爹了啊！又当爹了，这是啥话呀？别笑，这是胡牙的孩子啊，我孙儿。哎呦，你看
还是个阿郎。哎呦，阿郎长得真好看，漂亮。哎，你看郎君呀，真有福气。那恭喜胡老爹，这个呀，就当我给小阿郎的见面礼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那胡老爹呀，人不错，平时啊，我都拿他逗闷儿。哎，那女子长何模样？那没见过，但是我听说呀，自从这个女子进了胡家，那胡家的大门呢，便整日关着。这胡品呢，真把这个女子啊当成宝了，生怕别人给抢走。行，老板生意兴隆啊！哎，下回再来啊！需要什么下回再来。大人，问清楚了，胡衙确实曾有一房娘子，可诞下胡家那小阿郎之后便不见了。老姚，长命锁，这个东西造价不便宜，胡家并不富裕，怎么会有钱做这个呢？此物崭新，像是刚打不久，莫非胡品死前曾得到一笔横财？桂姨，去左近的银铺查一查。是。长安城外夜色沉。就在前面，田家，死者是田家家主田万。阿娘在呢，别怕。你是死者的妻子。是，奴家田陈氏，陈莲。我看两位阿女，皆已到鬓发之年，这些孩童的玩物是？郎君曾纳了一房侍妾，本已待产，全家欢喜不已，早早便将襁褓所需之物备下。奈何侍妾突然出血而死，郎君悲泣，便将这些物事留下，就当是留个念想。死者在哪？在房中。进去看看。空与胡品死因一致。桂姨，叫人把尸体带回去验尸。是。可有什么发现？没有破门的迹象，屋内并未遭遇盗抢，更没有打斗的痕迹。你觉得会是谁？阿娘，我怕。阿娘，我也怕。没事的，阿娘在呢。今夜可有他人到过府上？郎君今日刚从外部跑伤回来，早早便歇下了。我也带着2个孩子到东屋睡下，未曾听到有人来。死者生前和东街的胡品可相熟？奴家不认得，也未曾听郎君提起过这个名字。大人问起此人，是他与郎君的死有关。
可否带我们到侍妾房中一观？和胡平死因一模一样，都是被利器深深刺入，同样是一刀毙命。若是陈莲，那他和胡品又是何关系？莫非是那个侍妾？那个侍妾，房中并无太多灰尘，显然没有闲置太久。若真如陈莲所述的话，房间不可能如此干净。鸡毛掸子、小铃铛、小香包，快来看一看啊！鸡毛掸子、小铃铛、小香包，快来看一看。呀，这不是上次买我货的娘子吗？这又是？田万是否有一房侍妾？有，没有。有还是没有？你爽快点。哎呀，之前呢确实有个女子住进了田万家，但呢，不是侍妾。你这是何意？关于纳妾的事儿啊，田万呢抱怨了很多次了。鸡毛掸子、小香包，快来！哎，你说是我不行还是你不行？我觉得你不行。那你换吧。呀，这不田老哥吗？这是为何事啊？是愁眉不展的呀！哎，去！还能因为啥呀？想抱小郎君了呗？那陈莲生不出儿子，又不让纳妾，你瞧瞧这给他打的啊！这娘们也太狠了点啊！你一边待着去！你是不知道，这陈莲的脾气啊，她就是一只母老虎，泼辣的很。这田万要是敢纳妾呀，陈莲敢把他的腿打断喽！当真？当真。你在我这儿买的消息，娘子，你就放1万个心吧。陈莲呐，给田万诞下2个女娃。你说你要是田万，你不想找个女子抱个小郎君，延续香火？脏嘴！实话。那我问你啊，这女子她是何来历啊？哎呀，娘子，这个钱呢，还是还给你吧。我确实不知道啊，你问别人去吧。鸡毛掸子、小铃铛。陈莲娘子，这么急匆匆的，是要去哪儿啊？有些事情想要问问你，还望如实相告。桂衣，看护好2个孩子。请娘子放心，孩子若受到丝毫伤害，我以命偿。阿娘，走吧，去和阿姐玩会儿。不是要出门吗？火盆怎么不灭？不怕走水吗？是奴家大意了。大人恕罪，奴家确有隐瞒。奴家嫁与郎君以来，只能为郎君
生下2名女娃，无奈便买来1名女子，想着若是能给郎君抱上个小阿郎，给田家续个后也好。我2人约定，对外只说是家里找了1名侍女来伺候我。那你为何编造难产出血一说？那都是田万做的孽。郎君，你先莫急，那郎中好歹也不一定准成啊。他说是女娃便是女娃。阿梅，你先起来，别动了胎气。我要女儿何用啊！你这个骗畜！我买你回来是让你给我抱小郎君的，生不出郎君，我要你做甚的？你掐死他算了，这胎不成，下一胎再生。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不成，我何至于花钱买它？这一胎，老子不要了。这胎老子不要了，再给我生，再给我生！那女子被灌了药，掉了胎，可还没等那女子养好身子，田万便迫不及待的。白天，田万将她锁在柴房，到了夜里，便把她扛进房中。田万说的没错，那女子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拼畜，和猪狗毫无二致。同为女人，我不忍心再看下去，我生怕她被田万折磨死，便趁机开了那锁，将她放走。可事后被田万发现，他追到了城外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不是说已经生崽妹了吗？你给我生一个崽妹来呀！啊！你给我生一个呀！你个骗畜！你放过他吧！你这么折磨他，万一闹出人命，官府查起来可如何是好啊！我气人！他肯定是怀上了我的小郎君！跑啊！你给我跑啊！老子让你跑！让你给我生一个孩子这么难吗？老子花了那么多银子，贴不到一声响啊！死了！我不是故意的呀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抬呀！快点！大人，这便是事情的全部真相。奴家害怕，若是吃了官司，连累了2个女娃，故昨日对大人有所隐瞒。阿娘，我阿娘说的都是真的。阿爷不喜欢我们，也不喜欢阿娘。这便是我阿爷打的。那个女子叫什么？金月。
银铺的消息查出来了，约是4个月前，胡品在鬼市的银铺里打了一个长命环，银铺的老板认出了画像，确认无误。花费几何？10贯钱。10贯，这可是县官3个月的俸禄。他胡品如此清贫，这钱从何而来？我看是从这儿来的。这是何物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点漆书。我试试。说何人？胡梅。我去把这个胡梅找出来。快，大人，大人，这就是胡梅家。大人，您早说您是大理寺的大人啊，那样我怎么可能收您那么多钱呢？哎呀，谢谢大人赏，那小的就告退了。走吧。你们谁啊？来我家做什么呀？大理寺问话。我又没犯什么事儿，找我做什么？田万你可认得？不认识。回答这么快，莫非他的死和你有关？哎，大人，你们这就是冤枉民妇，他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你们不能冤枉人呐！是不是冤枉？一搜便知。桂姨，搜。大家都来看呐！官府冤枉好人了！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！大家都来看呐！我要到皇城告你们去！收起你这副无赖的样子。看看这个，纸上的田万已经死了，我们能查到你，凶手也能找到你，下一个死的人就是你了。让我们管就走开，不让我们管的话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还不如实交代。大人，是田万，他急着想抱小郎君，我就说和了一位女子点与他，就这件事儿。所点何人？好像叫金月。所点之人来自何处？是我有门穷亲戚，急着用钱，就托我找个成点人。可是胡品啊。是。大人，找到这个。为何会有2张，同为女子金月？点漆人刘全。嗨，那是金月的男人，那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还嗜赌如命。自金月嫁给他，就为诞下一胎。他听闻未生的能点个好价钱，为了赌博，就把自家的娘子给点了。哎，大人，我知道的可都说了，那杀人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被刘全点与了胡雅，而后又被胡品点与了田万，同一女子竟被你们典当2次，把她当物品一样随意交易，你等恶民，必遭天谴！大人，我同样身为女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若是你的子女被点与他人，你作何感想？大人，又不止我一个人说和点漆，那多少人他都干呢？大人饶命！桂姨，桂姨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如今金月已死，离了这世间污秽，也算得了清净。走吧，
去刘全家看看。嗯。照胡梅所说方位，应当是这间屋子了。嗯，走。死亡时间是昨夜丑时正，腹中被塞入草人。虽然和前2名死者作案手法一致，但从刘全身上10余处刀伤可以看出，凶手明显是在泄愤。这么说来的话，这3个人是同一人所杀呀，都是为了给金月报仇。但是金月已经死了，和他相关的3个男人也全部都死了，凶手会是谁呢？和他幼稚尊相符。你嘀咕什么呢？老姚。金月可能没死。什么？你还记得我们是何时和陈莲分开的吗？昨日子时末啊。时间对得上。他和我们分开之后，就找到了刘全，杀死了他。你是说，是陈莲杀的？不，是金月。难道任头，这个案子还要继续查下去吗？越是接近真相，你越是害怕知道这个女子经历了什么。大理寺要主持正义，如果凶手真是那名女子，那我觉得她做的事情是正义的，我不忍心抓她。你若是不忍心，日后定还会发生此类的悲剧。若是我们将真相公之于众，那些点旗人和成典人必定有所忌惮。老姚，我们是为了更多的人。桂英，去田府盯紧陈莲。好。嘿嘿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吃饭吧。你看，是你。挺像的。我好看还是他好看？都是你，都好看。你为何是个傻子？你为何是个傻子？啊！金月娘子，你们猜到了。没想到胡牙竟雕得如此精妙。是啊，他虽然是一个傻子，但他好像心里比谁都透亮。他呀，是这个世界上
唯一对我好的人。你不开心，我会做小人儿，逗你开心。你好看，我做个好看的小人。我儿是个傻子，哎呀，不中用啊！你说他怎么能知道？怎么给我胡家传宗接代啊？你是何爷？我花了那么多钱把你买到这个家里，就这才点了1年期。哎呀，这日子是说到就到，我总不能打水漂吧？啊！只要你有运，哎，都是我胡家的种。不要！被点不说，受到此番侮辱，刘全竟未想着替我出气，反倒是以此为把柄，来找胡品要钱。一个人是1份的钱，2个人是2份的钱。这话是刘全说的。可是胡品不愿再次出钱，他就想了一个法子，又把我点给了田万。刘全同意了，他同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田大哥，这小娘子的屁股啊，一看就是生小郎君的好坯子啊，看得老师我都眼馋。那错不了，他刚给我家生了1胎，是个小郎君，白白胖胖的，带把，带把。田大哥如何？这么好的坯子可不好找啊！哎呦，你瞧瞧这屁股，要不你验验？成！哎呀，成了！这点期1年50吊。来，画押。好。成了。就连陈莲也是被点到田家的，点期到了，却不见有人来赎，他就这么等啊等。那晚在河边，是他救了我。临死前，他把2个孩子托付给了我。英亥也在大理寺，大理寺会抚养他长大。将来有缘的话，定会相见。
从前的经月已经结束了，找个没人认得的地方，重新开始吧。罪人金月，罪孽深重，依律本应处斩，但念及事出有因，从轻发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今判其流放江南道，以儆效尤。愿他们可以找到一处无人叨扰之地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也愿这世间的人呐，可以对女子多些眷顾，不再让他们受这种苦难了。